我叫王破虏，刚穿越到大鱼王朝，就成了被魏国公构陷、满门抄斩的武安侯遗子。传陛下口谕，王破虏招战留人，即刻发配边关充军，生如天。如今被发配边关敢死营等死，可他们不知道，我觉醒了杀敌变强的能力。魏国公构陷忠良，余地是非不分，就连青梅竹马的安庆郡主也弃我如敝履，做为政落井下石。我会在边关组建势力，终有一日杀回京城。让你们为武安侯府320体冤魂血债血偿。启禀将军，从南方发配而来，共计360名犯人，技术在此了。传我军令，把他们全部编入敢死营。我听说每逢大战，敢死营都要冲在最前面，10个人里面至少要死7个。我不要进敢死营！混账东西！你们都是被发配边关的犯人，就该编入敢死营。不过你们也别灰心，只要能够立下战功，不管在哪儿都可以升迁。不过前提是，你们得活着回来。姓名：王破虏。武安侯府的独苗，可惜了。凡是未满20的犯人，皆可编入先锋营。你18岁却被送来敢死营，这分明是有人不想让你活。是魏国公，我一定会立下战功，离开敢死营。别开玩笑了，我在敢死营干了10年，就没见过有哪个人能活过2个月的。立功升迁，做梦去吧！我听说武安侯意图谋反，被满门抄斩，他居然活下来了。武安侯府上上下下全是败类，死光了才好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是你爹，要不要立刻跪下给我磕2个头，再叫一声爹？赶紧和武安侯府破开关系啊！你们2个，不要在这里闹事。小子，有人让我今晚送你上路，不过我等不到晚上了。那就别等了。这枚戒指居然能让我杀敌就变强。这枚虎头戒可以吞噬敌人的血气，用来壮大我的基础属性。有了虎头戒的帮助，我就可以在敢死营中立足，积累自己的势力，将来就可以杀回京城。魏国公，这一笔血债，我一定要你偿还。我要杀了你，替我大哥报仇！我如果想要在敢死营站稳脚跟，收服这些人做我的班底，势必要展现我的手腕，立下威胁。今日便拿你们兄弟开刀。虎头戒，给我加持力量。虎头戒现在只是初步解锁虎目，
便凭借吞噬的血气为我提升了至少500斤的力气。现在我已经算是3流高手，再多杀一些敌人，吞噬更多血气，把力量提升到1000斤以上，我便能达到2流高手，比边校尉。杀了人，军头查下来，我们都得死。他们先动手，死有余辜。但若闹到军头那里，敢死营不会问谁对谁错，只会把我们全拖出去立威。你去门口放风，你们2个把血盖上，剩下的人把尸体拖到营后乱葬坑。想今晚就被军法处死，尽管站着。敢死营里，弱的先死。以后跟着我带你们活。我们也听你的。敢死营第1步，立住了。魏国公，这明明是下令将王破虏编入先锋营，是谁把他塞进敢死营的？陛下，边关军务自有边将调度，微臣也不知情。好，真是好得很。王破虏，待将来朕扳倒摄政王，亲自掌权之日，定会为你们武安侯府讨回公道。将军，近日北毒斥候接连探查狼山堡，应当是为年前南下劫掠做准备。狼山堡乃是大雁关北方门户，一旦失守，北怒兵锋不需半日便可直抵大雁关。如今正是用人之急，务必要整合所有可用之人。新来的犯兵可安顿好了？末将已将他们悉数编入敢死营。敢死营的兵也是兵，不是拿来白白送死的。将军放心，末将这就再去照看一番。年关将至，北毒在关外虎视眈眈，关内若再把人命当草芥，这大雁关迟早要出事。本校尉名唤张军，从今天起你们便由我亲自训练，速速去库房领取装备，然后到操场上集结，1刻钟后不到的，罚鞭100下。这就是咱们的装备，难怪那人说咱们活不过1年。就凭这些破铜烂铁，等上了战场，能在北奴人手底下坚持2招就算不错了。要怪只能怪你们自己倒霉，偏偏跟王破庐编在了一队。王破虏，你还真挑起来了。我们有的选吗？你们可别忘了，张校尉有令，要求我们1刻钟之内必须到操场集合，去晚了可是要挨鞭子的。俺觉得破庐说的对，有的穿总比光屁股上战场好。年关将近，北奴必定趁着大雪之前南下劫掠，届时我上阵杀敌，吞噬血气，就可以变得更强，杀回京城的底气就更足1分。这哪里像是边军，这简直就是要饭的乞丐，还真像是一群乞丐。不知道扔在地上一个铜板，他们会不会捡？还真像是一群乞丐。本校尉倒要看看，你究竟能装到什么时候。全军听令，开始演练破阵9式，不练成不准吃饭。
还愣着干什么？该教的都教完了，现在开始自己练习。没想到虎头戒居然还能提升我的悟性，让我在瞬间就学会了破阵九式。等日后虎头戒吞噬更多血气，也许我还能领悟更精妙的功法。这刀法也太难了。张校尉，你能不能派人再来教教我们？大家都忙得很，哪有功夫教导你们这群废物？我们自己胡乱摸索，这哪里是练兵，分明就是在糊弄我们！敢死营的人也是人，他这就是想要害死我们！所有人听着，不会练的就看我怎么练。破阵九式讲究以身带刀，力拔刀尖。腰胯为轴，整劲贯通，手足配合，握刀要松弛有度，稳而不僵。精沉为重，先御后藏。有虎头戒的帮助，我现在每练一遍刀法，对刀法的理解都会变得更深刻。等到上阵杀敌时，我的爆发才能更凶悍。本校尉只是眯了一会儿，这群乞丐一样散乱的东西，队列怎么就变得如此整齐，像是换了一批人？回禀校尉，是王破庐。手放直，腰胯发软。王破庐，你看看你们那一身破烂，操练再好也不像兵。刀甲可以是破的，但人绝对不能是破的。一名战士的强大不是靠兵甲包装出来的，而是靠自己的胆气撑起来的。全军听令，加练100遍，练不完不准休息。破庐，他这分明就是在刁难我们。军令如山，我们如果去争辩，反而正中他的下怀，除了挨一顿鞭子，没有任何好处。俺脑子笨，不懂什么大道理，但是俺知道破虏是个好人。破虏，你说咋办，俺就咋办。我怕死，但我更怕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死在自己人手里。破虏，你说过能带我们活，我现在只相信你。刀多练一遍，命就多一口气。大家如果真的信我，那就接着练，别偷懒。现在我所经历的一切磨砺，都是为了上阵杀敌那一刻的爆发，绝对不能懈怠。这就是你说的赵侃。将军，敢死营里左右不过是一群犯人，朝廷给他们一口饭吃就不错了。上了战场，
他们就是兵，这破刀破甲如何能挡住北奴的刀？到时候死的不仅是他们，还有大雁关。末将知错，明日就让人给他们把刀甲补齐。张峰，年关将至，北毒南下在即，谁这个时候在自己人身上动歪心思，谁就是要拿大雁关陪葬。是。哈哈哈哈哈！年关将至，花神秀杞人忧天，非要照顾敢死营，我们等不及北卢来犯。明日我便安排王破路去送死。张将军确定万无一失。国公爷三令五申，手脚一定要干净，不留任何把柄。魏兄信得过我，就等我的好消息吧。爹，你深夜召我来，有何吩咐？云荡山来了一群北卢探子伪装的山匪，你明天带敢死营去剿匪，懂我的意思吧？父亲放心，我明天保证完成任务。都给我起来，该练功了。昨天大家都练得腰酸背痛，让大家再睡一会儿吧。一日苦练一日功，一日不练十日空。唯有现在苦练刀法，将来上阵杀敌，我们才能勇猛无畏。俺要练功，扇自己2巴掌就不困了。大雁关西20里外，云荡山附近有山匪作乱，张将军有令，命敢死营前去剿匪，1刻钟之后启程，不得有误。终于有杀敌的机会了。剿匪？我们连一把像样的兵器都没有，怎么剿匪？少说废话，军令如山，不得违抗。谁若是胆敢临阵脱逃，立斩不赦。我们昨天才入敢死营，哪怕是犯人，也不该如此对待。唯一的解释就是我昨天的表现让他们察觉到了危险，想要尽快除掉我。破卢，这事儿你说咋办？我倒觉得这是一件好事。这算是哪门子的好事？咱们都是新兵，战斗力十分有限，就算每天苦练，效果不大。如果先拿普通的山匪练练兵，见见血，以后上了战场，也不至于自乱阵脚。你们说，这是不是一件好事？你说的对，剿匪对我们而言，的确是练兵的好机会。不只是练兵，我的虎头界早已经饥渴难耐，终于可以大干一场。谁让他们出关的？回禀将军，云荡山匪土横行，先锋营奉命剿匪。他们昨天才入营，刀甲都是破的，你让他们去剿匪？花将军，剿匪乃是先锋营分内之事，你总不能为了几个犯人，置关外百姓生死不顾。这就是武安侯府的独苗。王破卢在，活着回来。我会带大家一起活着回来。快点的，别磨磨蹭蹭的。云荡山的山匪，实则都是北路探子。你想活着回来，做梦！骑兵百夫长，大雁关方向有敌军来犯。他们来了多少人？
目测不足500人，其中100人看打扮像是先锋军，另外300多人装备都是破烂，貌似是平民。平民？大人，这莫不是大禹的人故意送来给咱们杀的？呵呵，管他真的是平民还是假扮的平民，这可都是实打实的功劳。传我军令，所有人下山，埋伏上山必经的山谷两侧，只等敌军走进山谷，便两面包夹，杀他们一个片甲不留。今日这剿匪之事，8成是冲着我来的。我如果不能带人把山匪剿灭，必定会被张军以剿匪不利的罪名斩首。前有狼，后有虎，简直死路一条。敢死营听令，速速上山剿匪！破虏，我自小就眼尖，最爱和朋友藏在草丛里玩捉迷藏。我看着前面山谷两侧的草丛有轻剐踩踏痕迹，可能有敌人埋伏。你说的不错，我们这样。兄弟们，跟我来！先锋军听令，不许支援敢死营，不许发射求援信号。凡是胆敢从山谷里逃出来的，一律视为山匪，就地格杀。哼，王破虏，你今日是插翅难逃。这至少要100骑冲锋才能留下这种痕迹。一群山匪怎么可能养得起上百匹马？除非他们根本不是山匪。我如果现在带兵上山，一旦100骑自上而下发起冲锋，我们必败无疑。须得用计把敌人引诱出来。所有人听令，原地休整。破虏，咱们不上山吗？不急，再等等。可是张校尉他们就在山谷外面盯着，我们一直没有上山，他肯定要找我们的麻烦。放心，我自有安排。这群人到底在搞什么鬼？怎么还没过来？骑兵百夫长，大越人在谷口停下了，并未登山。再探再报。是。山上一点动静都没有，难不成王破虏带着人逃跑了？妈的，不等了！全军听令，随我冲锋杀敌！撤退！是。先锋军听令，谁敢退下来，就地格杀！王铁牛、李毅，随我杀敌！有埋伏，快撤！验证我实力的时刻来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他们居然真的打过了这群山匪，这可都是北虏的探子。这一战我杀了15个敌人，吞噬了15缕血气，我感觉我现在的力量只
至少达到了700件，距离千金之力成为2流高手更近了。我的悟性也有所提升，已经完全参透破阵九式，甚至推展出了更高明的刀法——百斩燎原。我之前的一切努力都没有白费，今日这一战，痛快！敢死营听令，清扫战场。破龙，你看，这是北卢百夫长的腰牌。他们不是普通的山匪，是北鲁人假冒的。我这里也发现了北鲁弯刀，他们真的是北鲁兵。我猜的果然没错，剿灭一支北鲁百人队，这可是大功一件。王破鲁，是你打了胜仗又怎样？到时候如何论功行赏，还不是我爹说了算。先锋营校尉张军全歼北毒百人队有功，记军功1笔赏白银1000两。多谢将军。这不公平！敌人是我们歼灭的，腰牌是我们捡的，战马也是我们一批批从山上找回来的，破漏更是单枪匹马斩将夺旗，功劳凭什么是他的？你懂什么？要不是张校尉在后方压阵，在气势上给予山匪心理压力，你们岂能赢得如此轻松？王破虏，本将军命敢死营剿匪，你却率众临阵脱逃，罪该万死。不过本将军念在此次剿匪有惊无险的份上，饶你一命。你即刻率领敢死营前往大雁关北30里外狼山堡驻守，将功赎罪。为了抢功劳把我赶走，这非但不是坏事，反而是我积蓄力量的机会。启禀将军，云荡山剿匪结束了，伤亡如何？敢死营伤亡不大，不过他们从山匪的身上骚到了北路百夫长的腰牌。那些山匪是北卢人假扮的。张统领已经把剿灭北路百人队的功劳算在张校尉的头上，还让王破虏率领敢死营去狼山堡换防。让敢死营去换防狼山堡？张峰这是故意把敢死营送到北鲁的刀口下。我们剿匪立功，张将军非但不论功行赏，还刻意把我们调到这最危险的狼山堡来驻守，分明是想要害死我们。俺觉得破卢才应该投功。好了，都少说2句吧。潘董，难道你就这么忍了？官大一级压死人，张峰是先锋营统领，管辖敢死营，功劳是谁的，自然是张峰说了算。不过现在我们来到狼山堡，摆脱了他们父子2人，自然就没有人能够再抢走我们的功劳。从此之后，我们将不再受任何人的拘束。可是，这狼山堡还是太危险了，一旦北奴来袭，我们首当其冲，就算立下战功，只怕也没命去领。放心，我会带你们活着杀回去的。我的仇敌魏国公还没有死，我又岂能埋骨黄沙？我现在的力量已经快要抵达1000斤，到时候我就算得上是一名2流高手，再立下一份军功，晋升校尉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。等到那时，我就可以真正开始培养自己的班底，迈出杀回京城向魏国公报仇的第一步。破卢，你快看！我们刚刚换防，北毒人就来夜袭狼山堡，肯定是有人给他们通风报信，一定是张峰。不过，你们来的正好。北鲁人来了！都别慌，速速点燃烽火，通知大雁关寻求支援。敢死营听令，随我劫破阵9式，迎敌。本将军收到的情报果然无误，大鱼边军居然就派这么一群废物驻守狼山堡，何该本将军夺取狼山堡，立下大功？冲！杀敌！
杀此人者，赏牛羊100头。擒贼先擒王。开斩燎原！这就是2流高手的实力，千金之力，我距离杀回京城更近了。狼山堡孤悬城外，如果要抵挡北渡夜袭，等到援军赶到，至少要500精锐。敢死营只有300人，而且刀甲还是破的。备马，今晚本将军要带千兵营出城北巡。将军，这太危险了。再危险，也不能将300条性命置于危险之中不顾。先锋营集结，随本将军驰援狼山堡。该死，还是来迟一步。狼山堡被北路攻下了，全军听令，在北路援军抵达之前，随本将军夺回狼山堡。王破庐，你终于死了，这下回去我就能向魏国公告差了。王破庐，你不是很能打吗？现在还不是被北路千人队干掉，还要我们来替你收尸？将军，你快看那边！好一个敢死营，好一个王破龙！你斩将夺旗，捍卫狼山堡，立下大功，本将军一定要重重的赏赐你。从今日起，只要有我王破虏在，敢死营就不再是送死的耗材，而是战无不胜的精锐。北虏我要平，魏国公我同样要杀。今天只是一个开始。这怎么可能？那可是整整1000人的北路兵马，居然被他们区300人的敢死营给全歼了！爹，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我怎么知道？王破虏，你们只有300人，是怎么做到全歼北虏这1000骑兵的？回禀将军，我们接到的任务就是死守狼山堡，因此只能拼死杀敌。张统领只肯给我们这些断刀，还有残缺的盔甲，就这样让我们守狼山堡。如果不是破庐杀了北路千夫长，北路军心溃败，我们说不定早就死了。张峰，你真是好大的胆子！张峰，你可知罪？花将军，敢问末将何罪之有？狼山堡乃是边关重地，一直由精锐把守，你擅自安排敢死营换防，以致狼山堡险些失守。你说你该当何罪？回禀花将军，末将并非擅作主张，末将是奉了李监使的命令。李煜，那个死太监！没想到除了张峰父子之外，李煜这个监使居然也想杀我。魏国公还真是好大的手笔。花将军，狼山堡换防之事，的确是本监使的命令。李煜，你怎么敢？花将军，本监使可是看重武安侯嫡子的用兵之能，才委以重任。哼，如今看来，本监使慧眼识珠，为边军发掘出一位可造之才，乃是立下天功。李监使还真是巧舌如簧。王破庐此次守卫狼山堡有功，不如就提拔为先锋营校尉。王破虏，任你有千般本事，等你来到我的手底下，我定要让你生不如死。我若升迁去先锋营，到张峰手下做事，岂不是自投罗网？况且我的兄弟们都还在敢死营，这可都是我未来杀回京城的倚仗，我绝对不能任由李煜如此安排。
花将军，我有话要说。你有何话要说？我想留在敢死营，做敢死营的校尉。好你个王破虏，竟敢忤逆本监使！王破虏，留在敢死营可是危险至极，每逢战事必定冲锋在前。你并不是每一次都能这么幸运的打胜仗。花将军，敢死营的兄弟们信任我，同我出生入死，这才守住狼山堡。我曾经答应过他们，一定会带着他们活下去。若我升迁去先锋营，岂不是失信于人？你真的考虑清楚了？我考虑清楚了。李监使，既然王破虏重义守信，不如就按照王破虏所为，敢死营不再受张峰节制，由王破虏自行统领。李监使不会连这点小要求都不答应吧？既然如此，便依王破虏。监使，蠢货，闭嘴！王破虏，从今日起，我王破虏便是敢死营校尉。敢死营今后由我统领，不再受先锋营节制。俺就知道破虏肯定不会抛弃咱们的。铁牛，以前你叫破虏的名字，我不挑你理。可是现在破虏已经是校尉，咱们的长官。以后可得叫王校尉了。看来经过云荡山剿匪以及狼山堡这一仗，大家都已经打心眼里认同了我想要的班底，这就算是建成了。魏国公，我不会让你等太久的。华神秀欺人太甚，那个王破虏更是不识抬举。那个王破虏确实可恶，居然胆敢忤逆监使，实在罪大恶极。你这个蠢货，你还有脸说？监使息怒，你们两个到底是怎么办事的？魏国公让你们神不知鬼不觉地除掉王破虏，可结果王破虏却是步步高升，你们更是差点连自己也赔进去，简直就是废物！监使，王破虏这个人真的太邪门了，谁能想到他们凭着一些破铜烂铁，居然能打败北卢的精锐？你说的也不无道理，就连本监使都没想到，区区300人的敢死营新兵，竟是能全歼北虏1000骑。这个王破虏真不愧是武安侯嫡子，还真是虎父无犬子。王破虏表现越优秀，我们就越是要尽快除掉他，绝对不能再给他立功升迁的机会。监使，现在敢死营依然驻守在狼山堡，等到我军和北毒全面交战的时候，敢死营必定要冲锋在前，到时候数万大军绞杀之下，他肯定活不成。哼，你说的不错，但我们不能只是坐等机会上门。你们父子2人之后一定要主动寻找机会，争取戴罪立功，莫要让本监使和魏国公再失望。末将遵命。好刀，好铠甲，这才是咱们应该穿的装备啊！这真不是俺喜新厌旧，实在是老铠甲穿不了了。这下再遇见北弩人，我一定能多杀10个，俺能多杀20个。末将参见华将军。不必多礼，你应该也看出来了吧？张峰和李煜都在故意针对你，他们不想让你活着。
杀不死我的人，只会让我变得更强大。往后你继续驻守狼山堡，我会给你送一些新人过来，尽快组成一支1000人队。这是军中统领级别的将领才能修炼的破云枪法，你好好钻研。多谢华将军。这些年北奴的攻势愈发凶猛，大雁关已经是岌岌可危。只凭狼山堡这一场胜仗，难以挽回颓势，除非有人能把雄鹰岭那块硬骨头给啃下来。眼下唯有王破庐可担此重任，我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，赌一把了。你除了练兵，也要小心张峰和李煜他们，莫要再着了他们的当。张峰，李太监，这笔账我一定会和你们算。这些人在来的路上，必定都听说了敢死营的事情，以为自己必死无疑，这才变成这副样子。我要用他们，必须要先填震他们的士气才行。启禀校尉，这一批共计600名犯人，箭数在此了。你将他们打落岸编入营中，然后带着他们去洗澡，再去食堂吃一顿饱饭。属下遵命。之后让老兵跟他们多聊一聊，让他们知道敢死营并不可怕，本校尉一定会带他们活下去。属下明白了。等到人心安定下来之后，再让王林和王铁牛教导他们练习破阵9式。校尉，那我呢？等眼下的事情做完，我还有更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去做。属下这就带他们去登记。校尉，属下回来了。李毅，你过来看。狼山堡一战，我们大获全胜。花将军想要乘胜出击，你觉得我们现在最应该做什么？属下以为，现在我们最应该做的是刺探情报，知己知彼，才能百战不殆。没错。我要你从营中挑选出20人，组成斥候小队，以狼山堡为起点，向北刺探北路情报。属下遵命。这些人随我在边关成长，都是对我忠心耿耿的班底，也是我杀回京城最大的底气。魏国公，在我杀回京城之前，我要先剪断你的羽翼，收一笔利息。以我现在的悟性，这统领级别的枪法，居然也能在一招之间参悟。这套破云枪法，配合战马的冲锋，威力更上一层楼。等待下次打仗，我定然能凭借这套枪法，斩杀更多的敌人，于万军之中取敌将首级。花将军有令，敢死营即刻集结，随大军出征北虏。这一天终于来了。传我军令，全军集结。这一场大战，正是我以虎头界掠夺血气提升实力的大好机会。这一战之后，也许我的实力就可以提升到一流高手，堪比一营统领。到时候再扩军，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。我的班底越来越壮大，
距离我杀回京城的日子也就越来越近。王破庐，花将军有令，命你速速前去中军听令，不得有误。末将参见花将军，参见李监事。王破庐，你可知道本将军为何如此着急出征北毒？年关将至，花将军是想要痛击北毒，以免北毒散骑南下，烧杀掳掠，残害百姓。本将军的确是有这个想法，但不止于此。本将军在大雁关驻守5年，与北毒交战5年，胜少输多。我大禹每年都有10数万儿郎埋骨黄沙，遭受北毒欺凌残害的百姓更是数不胜数。幽云16州失陷多年，大雁关已是我大禹最后一道防线，此后再无险关。北弩一旦攻破大雁关，便可长驱直入，马踏中原。北弩兵精马壮，这些年的确是越战越强，对大雁关的威胁越来越大。我们如果想要击退北堵，为大雁关争取一口喘息之机，为今之计，唯有铤而走险，拼死一搏。此地在大雁关以北152外，名唤雄鹰岭，乃是北卢囤积粮草贮种之重地，也是北卢前线数万将士的命脉所在。兵法有云：声东击西。本将军有意以边军主力佯攻北卢前线，作为诱饵，吸引北卢主力。由你率领敢死营本部兵马突袭雄鹰岭，烧毁北卢粮草辎重。一旦成功，至少1年之内，北虏都将无力南下。为了大雁关10入万百姓，末将定不负将军所托。唯有边关安宁，我将来才能安心南下，杀回京城报仇雪恨。所以这一仗我必须赢。好，本将军等你凯旋，为你庆功。花将军，突袭雄鹰岭如此重要的任务，交给敢死营恐怕有些不妥吧？花将军，末将不才，愿意率本部3000兵马突袭雄鹰岭。末将也愿往。所谓上阵父子兵，张将军和张校尉在边关与北虏作战多年，经验丰富。如此重要的任务，何该交给他们来执行？不妥，此次突袭雄鹰岭，速度要快，声势要小。3000兵马的动静太大，根本瞒不住北虏。除非张将军愿意只率1000兵马。1000？只率1000兵马，深入敌后攻坚，岂不是等于送死？所以，执行这个任务的人，务必要将生死置之度外。没有谁比王破庐，比敢死营更合适。前线距离雄鹰岭至少有100多里，谁知道王破庐究竟是真的去突袭雄鹰岭，还是跑到半路就藏了起来？你待怎样？本监使要王破怒立下军令状，此番突袭雄鹰岭，胜则大功，不胜则按军法处置，斩首示众。王破虏，你可敢立下军令状？末将愿立军令状。哼，好，笔墨伺候。王破庐，军中无戏言，你还真敢立军令状啊！我看他是被狼山堡一战冲昏了头脑，真当自己战无不胜啊！我立军令状，是为了保大禹边关平安，保大禹百姓无忧。你父子2人不思鼓励，
反倒对我冷嘲热讽，岂不是动摇军心，故意要我战败，好将大鱼疆土拱手送给北虏？张峰、张军，你父子二人莫不是已经通敌叛国？不然岂敢临阵动摇军心？该杀！将军恕罪，末将并无此意，更不敢通敌叛国。花将军、李监使，此战至关重要，又事关生死，末将心气不顺，只怕会影响作战发挥。这军令状恐怕是不能立了。张峰父子实在是愚不可及，本监使好不容易把王破庐推到悬崖边，这一下岂不是功亏一篑？王破庐，本监使明白你的顾虑，不如这样，就让张将军和张校尉与你一同立下军令状。若是你能凯旋，他们父子便任凭你处置。监使，这蠢货，你难道还真以为他能活着回来不成？末将愿立军令状，只要王破庐能够凯旋，末将愿任由王破龙处置。末将也是。这三人狼狈为奸，蛇鼠一窝。此番我若凯旋，定要让你们离心离德，自相残杀。王破庐，你即刻启程，务必在3日之内攻破雄鹰岭。末将遵命。王破虏，仅凭1000兵力，你妄图在3日之内奔袭150里，攻破雄鹰岭，简直可笑之极。王破庐，这一回你死定了！大战当前，这些人不思团结一致，攻击北虏，还在勾心斗角，实在可恨。此去雄鹰岭万分凶险，但愿王破虏可以如我所愿攻破雄鹰岭，不然大于危矣。全军听令，丢弃一切负担，只带3日干粮水袋，即刻启程北上。李毅，你率领斥候小队一路向北，探寻敌情，2个时辰一报，一旦发现敌人踪迹，切勿惊扰。哼，属下从小跟狗抢食吃，隔着半条街就能闻到狗味儿，知道狗从哪边来。这北原上的风吹草动都绝对瞒不过属下这一双眼睛，属下保证把这一路上的北虏人全都给揪出来。撤！校尉，咱们这是要去哪儿？不要问，只管跟我走。此次出征9死1生，但我一定会竭尽全力，带大家活着回来。启禀都统，大于其5万边须来犯，大军已至蓝河湾。本都统没听错吧？花神秀不好好守着他的大雁关，居然还有胆量出城，主动与我军野战。看来是之前狼山堡之战让花神秀吃到了甜头，还以为自己又行了。不过这对我们倒是一桩好事，只要此战我军重创大鱼边主力，此后南下便再无阻碍，这可是大功一件。传本都统军令，3军进起，迎战大鱼边军。本都统要让花神秀知道，他们大鱼就只配据城死守，野战咱们是他们的爷爷辈儿。末将遵令，末将遵令。启禀都统，还有一事，这是大鱼商队送来的一封密信，再三叮嘱，务必交到都统手中。花神秀竟然异想天开，派了区1000骑，还是刚刚参军不到1个月的敢死营罪犯，
妄图奇袭雄鹰岭。雄鹰岭可是足足有5000精锐驻守，1000敢死营可真是来送死的。都统，是否要传信雄鹰岭，让他们小心提防？何必多此一举？他要是真的能凭借这1000新兵攻破雄鹰岭，本都统的脑袋就送给他当球踢。全军听令，即刻南下！报！大雁关飞鹰战报，快拿来给本王看看。华神秀简直疯了，他居然尽起边军主力，意图和北虏主力在野外一决胜负。不仅如此，他居然还什么？他居然还将关键的胜负手压在了武安侯府那个废物独苗的身上。什么？华神秀仅仅是因为王破虏凭借天时地利侥幸打了一场胜仗，便以为王破虏可堪重用，竟是让王破虏率领仅1000兵马深入敌后150里，企图突袭北虏，囤积粮草辎重之重地，令北虏不战而败，简直可笑至极。此战若败，大雁关必然失守，届时南方再无险关，北都长驱直入，恐怕不必1个月便可兵临京城。够了！魏国公，花将军连年来屡三番上奏，恳请朝廷增援大雁关，你每次以各种理由推脱。即便没有这一战，大雁关又还能坚守几日？花将军为国为民，他没有错。陛下，花将军想要挽救颓败的局势并没有错，可他重用王破虏却是大错特错。那不过是一个草包而已，他懂什么叫领兵打仗吗？陛下，花神秀此战必败无疑。朝廷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想办法如何阻止北毒破关南下。花将军身经百战，王破龙也是武安侯之后，他们联手未必就一定会败。陛下既然对他们如此有信心，那不如我们来打一个赌。你想赌什么？当初本王想要斩草除根，杀尽武安侯府上下，是陛下心念武安侯劳苦功高，一意孤行，要保全王破虏。若非如此，花神秀也不会昏了头，将关系到整个天下安危的重任交给王破虏。因此，在本王看来，此战若败，过错皆在陛下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此战若败，还请陛下下罪己诏。罪己诏？你这是要让朕身败名裂，遭万民唾弃。可如果王破虏成功了呢？王破虏要真有本事拿下雄鹰岭，大败北虏，本王任凭陛下处置。校尉，俺愿意做前锋，前去攻寨。我们这点兵力要是正面作战，根本没有胜算。校尉有何妙计？如今已是深秋，北风呼啸，漫山遍野都是枯草。北奴将营寨筑在山上，我们只需要放火烧山，阻断其水道，这一仗便10拿9稳。
校尉妙计。趁着夜色正浓，李毅，你率领赤袭先去寻找水道，摸清北路水路守兵的动向。王林，你带弓箭手听从李毅指挥，务必在1刻钟之内拿下水道，而后做好埋伏。待到末期，将北路派去取水的士兵尽数射杀，绝不能给他们一滴水。王铁牛，你带500人去堵住下山要道，多铺野草枯木，以火为界，过界者杀无赦。待到卯时北风最盛时，我会亲自率人从4面8方一齐放火烧山。速速取水救火！全军听令，随我冲下山去！校尉，真是用兵如神！全军听令，灭火上山，烧掉粮草辎重，补充干粮水袋，速速南撤！大雁关可有消息？启禀陛下，大雁关暂无消息。陛下可是在担心花将军会败？北虏凶残，即便是武安侯在世，也很难在野战中正面击败北虏。花将军想要赢下这一战，最关键的点就在于王破庐究竟能不能拿下雄鹰岭。朕就算没上过战场，却也知道雄鹰岭这块硬骨头有多难砍。王破虏只有去1000兵马，胜算实在渺茫。这2日大雁关再无消息传来，会不会有什么变故？没有消息，那就是最好的消息。难道安民你真的相信王破虏可以凭借区1000兵马拿下雄鹰岭？哼，当然不会。王破虏当初在京城就是一个废物，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本事？说起来，我还要多谢王破虏，要不是他，陛下也不可能气昏了头，答应和本王对赌。安民，你这2日就把边关的消息传出去，开始造势。等到陛下的罪己诏一出，民怨沸腾，本王再出手废帝，便名正言顺。哼，王爷请放心，微臣一定会把一切都安排妥当。爹，北虏人的援兵到了！快撤！身为先锋军统领，临阵脱逃，致使我军损失惨重，罪该万死。将军恕罪，不是末将不愿死战，是北虏的包抄来得太快了。花将军，为今之计，还是请派遣一支精锐，速速送本监使回大雁关吧。花将军，末将愿意护送李监使突围，戴罪立功。混账！你们倒是如意算盘打得醒亮！
此时正值危难之际，你身为监使，若是临阵脱逃，军心立即涣散，这仗还怎么打？花将军，是你一意孤行，非要主动出击。如今出了事，自当由你负责，与本监使何干？我们也并非没有胜算。你还有什么办法？只要王破虏按照原计划，3日之内攻破雄鹰岭，等消息传到前线，北弩必定自乱阵脚，我军士气大振，届时就是我等吹响反攻号角的时候。你居然把希望寄托在王破虏的身上，他恐怕早就死在雄鹰岭下。我相信王破虏。哼，王破虏如果真的能攻破雄鹰岭，令我军反败为胜，本监使从此以后就管他叫爹。若是真让北卢攻破营寨，届时本监使恐怕九死一生。要不是你这个废物临阵脱逃，导致我军阵型被撕开，我军又怎会遭逢大败？本监使又怎会陷入如此绝境？监使饶命！本监使这就修书一封，你派人去送给北奴租统，这样我们才有保命的可能。可是现在营寨之中戒备森严，万一被花将军发现，那你就自己把罪责全担下来，休想拖本监使下水。监使，万一王破虏真的成功了呢？你莫非也和花神秀一样得了癔症？王破秦区区1000老弱病残，如何能在3日之间突袭150里，攻陷足有数千精锐把守的雄鹰岭？少说废话，就按照本监使说的去办。破虏，咱们这次立下泼天的大功，回去之后你是不是就能升统领了？升官发财这种事情，我从不在意，只要可以打败北虏，让边关的百姓过上好日子就好。我真正想要的只有一支只忠诚于我、足够精锐的兵马，只有这样，我才能杀回京城，为我死去的爹娘，为武安侯府上上下下320口人报仇雪恨。校尉，大事不妙！我军主力被北卢全面包围，营寨快要被攻破了。前线战况如何？北虏全军出击，正在围攻我军营寨，看起来不像是佯攻，只怕是要一鼓作气全歼我军主力。绝对不能让北堵全歼我军主力，我们必须要帮我军主力破局，反攻北堵。可是北都足足有5万精兵，我们这区1000人，这如何打得过？雄鹰岭一战，虎头界吞噬了不少血气，如果可以更进一步，成为后天高手，不是没有机会打赢这一仗。这一战，不仅仅是为了给大军解围，更是为了守护大雁关。守护大雁关关中那10数万无辜百姓，我们不能怯战，更不能退。1000破5万，势在必行。果然。我将所有希望寄托在王破虏和敢死营区1000兵马的身上，还是太异想天开了。哼，花神秀，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。等到营寨被攻破，本监使只要能活着回到大雁关，便可以把所有罪责都推给花神秀。届时本监使还是高高在上的监使。我选择抱紧李监使的大腿，果然是对的。花神秀，你就去给王破虏陪葬吧。难道是王破虏和敢死营回来了？这怎么可能？
王破庐只有区区1000骑兵，难以对北都中军产生威胁。不过，即便只是制造一点混乱，也足够我们再组织一波反攻了。全军听令，援军已至，随本将军反攻北浦。花神秀，你不趁着王破虏吸引北虏中军注意力的机会突围，居然还想反攻，简直是个蠢货！监使，还是让我们父子2人保护您突围吧。对，就让花神秀和王破林帮咱们拖延时间，拖得越久越好。哼，那你们还在等什么？还不快走！财斩燎原！敢死营可以战死，但阵型绝对不能乱。校尉只管往前冲，我和兄弟们都跟得上。这一战，虎头界已经吞噬了足够的血气，我必须要再进一步，赢下这一战，不然将来如何能够杀回京城，替我武安侯府无辜死去的320口人报仇雪恨？敢死营听令，目标北虏都统，随本校尉冲锋！这是王破龙的敢死营，他不是去雄鹰岭了吗？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？雄鹰岭已破，北奴粮草辎重已毁，还不速速投降！雄鹰岭被攻破了，这怎么可能？快，速速将中军撤回！都统，中军被花神秀拼死拖住了，已经撤不回来了。快拦住他！冲！火云一击！北虏都统已死，投降不杀。都统死了！都统死了！我不打了，我投降。这怎么可能？他只有1000骑兵，怎么可能冲过北奴数万中军，还杀了北奴都统？一定是我在做梦！如同天上降魔主，真是人间太岁神。这个王破虏，简直就是战神。1000对2万，击溃敌军阵型不说，居然还能一合斩将，大获全胜。哪怕武安侯在世，恐怕也只能甘拜下风。
这一战1000破5万，大获全胜，虎头界更是吞噬足够的血气，助我突破到后天境界，达到1成守备的层次，真是太痛快了！我距离杀回京城又近了一步。赢了，我们赢了！敢死营威武，王破庐威武！王破庐，你就算打了胜仗又怎样？本监使照样有办法可以弄死你。王破龙，本将军敬你一杯。此战我们能大获全胜，你当居首功。敬王校尉，敬王校尉，敬王校尉。王破庐，你可知罪？我何罪之有？出征之前，你立下军令状，3日之内必破雄鹰岭。如今你虽然立下大功，但功过不相抵，按照军规当斩立决。李煜，你别太过分了。如果没有王破庐，我们早就死在战场上了。本监使从未否认过王破庐的功劳，可是军令如山。王破庐，你就带着你的功劳和奖赏下地狱去吧。谁说我没有攻破雄鹰岭？王破庐，你该不会是想要说你是先攻破了雄鹰岭，又马不停蹄地赶回来，恰巧又为大军解了围吧？不错，事实如此。你当我们都是傻子不成？王破庐，你真的攻破雄鹰岭了？此番北堵前线虽然大败，但仍有一战之力。不过如今他们大概已经因为雄鹰岭粮草辎重被毁，开始撤军。花将军大可以派出斥候前去探查北鲁动向，届时我是不是撒谎，自然一目了然。好，王破庐，你很好。本将军这就亲笔写一封捷报，为你向陛下请功。花将军，请功的事情不急。我记得出征之前，张峰和张军父子曾经与我一同立下军令状，若是我能攻破雄鹰岭，他们就任凭我处置。哼，张峰和张军身为先锋营统领，临阵退缩，这才导致大军陷入绝境之中，论罪当斩。眼下交给你来处置，也不是不可。监使大人，救我！李煜，刚才你可是自己说的，军令如山。你们自己立下的军令状，军令如山，本监使也无能为力。我现在要杀他们父子易如反掌，可我想要的不仅仅是杀了他们，更是让他们狗咬狗，把李煜这个魏国公安插在边关的最大的棋子也拖下水。花将军，我想将张峰和张军父子2人编入敢死营，命他们戴罪立功。校尉大人，以前是我父子2人有眼不识泰山，还请饶命啊！我们只是听命行事，这一切都是李煜的意思啊！当初李煜要利用你们对付我的时候，许下重诺，现在你们没有利用价值了，他便一脚把你们踹开，不管你们死活。你们真的甘心就这样替李煜背着黑锅去死吗？张峰，只要你们父子2人帮我拿到李煜的把柄，
那我不但可以给你们一个痛快，还可以让李煜给你们陪葬。我都听校尉大人的。李煜，你不管我们父子死活，那你也别想好过。本监使真是小瞧了这个王破庐，我们绝对不能再任由他发展下去了，必须尽快除掉他。如今他立下泼天的功劳，我们再想动他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还不是张峰和张军这对父子太废物，几次三番让王破庐逃出升天。早知如此，当初在路上我就该亲自动手。李煜通敌叛国，罪该万死！把整座府邸都给我包围住，一个人都不许放走！王破庐，你怎么敢？我可是监使！李煜，你私通北路的密信在此，还有私收盐铁的账册，再加上张峰父子作为人证，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我是魏国公府侍卫统领，你要是敢动我，魏国公不会放过你的。你放心，我很快就会送魏国公下地狱和你团聚的。不，你不能杀本监使！不，本监使不是魏国公的人，本监使是摄政王的人。管你是摄政王的人，还是魏国公的人，统统都要为武安侯府无辜被害的320口人付出代价。魏国公，我一定会带着这些人证物证杀回京城，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岂有此理！到底是何人在京城之中四处散播边军将败、大雁关即将失守的谣言？简直居心叵测！陛下，花神秀为一己私欲，擅自出关于北堵野战，实属不自量力。大雁关失守已成定局，陛下乃是万金之躯，微臣恳请陛下先行渡江南下，由摄政王坐镇京城，抵御北堵。混账！朕岂是贪生怕死之辈？魏国公此举莫不是要让朕遭到天下人耻笑？陛下息怒，微臣只是为国家社稷着想。臣等恳请陛下渡江南下。你们，陛下，魏国公他们也是一片忠心，为陛下着想，还请陛下息怒。这一定都是你搞的鬼！启禀陛下，是大雁关飞鹰传书。陛下，大雁关失守的噩耗已至，莫要再犹豫了。难道大雁关真的失守了吗？李将军，速速将密信打开，将内容念给大家听一听。这是捷报！捷报！5日前，花将军率领边军主力主动出击，与北卢前线主力交战。敢死营校尉王破庐率领千骑突袭150里，攻破雄鹰岭，烧毁粮草辎重无数。之后又马不停蹄赶回主战场，在主力陷入绝境之际，破军斩将，力挽狂澜，大获全胜。好一个王破庐，果然没有让朕失望。这怎么可能？还有，还有什么？大雁关监使李煜勾结魏国公府侍卫统领魏年，买通先锋营统领张峰，私售盐铁给北卢，通敌叛国，罪证确凿，
已经斩首示令。你说什么？李煜乃是陛下亲封的大雁关监使，没有陛下准许，花神秀先斩后奏，岂不是大逆不道？什么大逆不道？朕只觉得杀得好。这种通敌叛国的罪人，不杀了他，难道还要留他继续给北堵输送物资不成？倒是你魏国公，竟然也掺和其中，罪该万死。微臣对此事实在不知，这一切都是魏年擅作主张，还请陛下明察。陛下，魏年和李煜勾结，死有余辜。魏国公虽然有失察之过，但罪不至死。不如就罚俸3年，以示惩戒吧。罚薪3年，当初武安侯也是遭到属下牵连，结果呢？你们可是坚持要将武安侯府满门抄斩。那陛下是什么意思？朕可以按照摄政王的意思，对魏国公从宽处理。只不过，我要你履行我们之前的约定，从今往后，朕再无需王叔摄政监国。好得很。既然陛下执意如此，本王自当遵命。玉堂堂监视大臣，居然连一个被发配到敢死营的废物都处理不掉，我还把自己给搭了进去，险些牵连我们，真是比废物还不如。王爷，如今陛下要求王爷还政，我们的动作必须要快一点。如今王破虏在边关立下大功，已经成了气候，陛下尝到了甜头，有意提拔他为大雁关守备，做花神秀的副手。你觉得我们该怎么做？王爷，此次大战，北毒前线损失惨重，北毒鄂尔多领主必定大怒，再起兵南下。我们可以想办法将大雁关城防图送出去，只要大雁关一破，王破虏和花神秀必死无疑。陛下失去这2个依仗，还不是任凭王爷拿捏？你说的有道理。只要大雁关一破，花神秀和王破离难逃其咎，必死无疑。这次的事情你务必要做得滴水不漏，别再像是李煜那个废物一样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这一次，微臣会派我最得力的小儿子亲自前往大雁关，带着城防图去见鄂尔多领主，绝对万无一失。此番我军大胜，陛下龙颜大悦，特封王破虏为大雁关守备，赏黄金10000两，绢1000匹。多谢陛下。有了大雁关守备的身份，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招兵买马，组建自己的班底。如此一来，距离我杀回京城就更进一步。你年仅18，功力便达到后天层次，真是天纵奇才。这是唯有达到后天层次才能修炼的上品武学白虎血煞功，配合破云枪法，在战场之上可以一当千。这白虎血煞功听起来与我的虎头戒倒是极为契合。这功法极难参悟，如果你有看不懂的地方，随时可以来问我。我的悟性在突破后天之时又有提升，想来自行参悟这功法应该不难。多谢花将军。王林、李毅、王铁牛，你们随王破秦破敌有功，依次提拔为先锋营统领、赤头营统领、马刀营统领。多谢陛下。王林、李毅、王铁牛，他们都是随我出生入死、最值得信任的班底，是我杀回京城报仇雪恨的依仗。现在我能调动的兵力至少已经有2万，魏国公，我不会让你等太久的。恭喜大人荣升大雁关守备，俺也一样。大人可是有心事？你们应该都知道我的身世，我乃武安侯嫡子，武安侯府仅存的血脉。朝廷说我爹通敌叛国，意图谋反，你们信吗？我不信，我也不信。都说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如果武安侯真的是一个通敌叛国的罪人，又怎么能培养出大人这样神勇爱民的后辈？俺也不信。俺不懂什么朝堂，俺就知道，大人说带俺们从战场上活下来，俺们就都活下来了。大人说要带俺们去立功，俺们就真的立功了。俺相信大人不会骗俺。如果有朝一日，我
我需要你们帮我讨回一个公道，你们可愿意相信我，支持我？大人，末将当初只是因为阻止县令的儿子当街强抢民妇，便被害得家破人亡，发配边关。若真有那一日，属下愿誓死追随大人，只愿大人也能为属下惨死的爹娘也讨回一个公道。大人，我亡灵无父无母，无依无靠，被人抓去替了这发配之罪，连个伸冤的地方都没有。是将军带我活了下来。将来有一日，只要大人用得着我，我必定万死不辞。俺也一样，大人让俺干啥，俺就干啥。来日，我们兄弟一起，去把属于我们的公道都讨回来。属下参见将军。不必多礼，你过来看。将军是在推演北路下一步可能采取的行动。不错，这一战北路前线损失惨重，鄂尔多领主必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所谓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不善。我们必须要在鄂尔多领主的反扑到来之前，做好万全的。将军的想法不错，我们的确应该紧密关注鄂尔多领主的动向。不过除此外患之外，内忧同样不容小觑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将军莫非是忘记了，当初我们在抓捕李煜时，一同被抓的还有魏国公府的侍卫首领。除此之外，李煜更是在临死之前喊出了摄政王的名号。这些证据无一不在向我们表明，真正和北鲁做生意的人，正是魏国公和摄政王。摄政王把持朝纲，魏国公同样权势滔天。我们即便把所有证据都送到陛下的面前，也不可能拿他们怎么样。这些证据的确不足以扳倒他们，但却足以让他们对我们动杀心，要我们的命。如今陛下已经从摄政王手里拿回部分权柄，陛下是绝对不会容许他们在朝堂上弹劾我们的。我说的并不是朝堂，而是鄂尔多领主。你是说，魏国公和摄政王在明面上奈何不了我们，所以他们很有可能会在暗地里勾结鄂尔多领主，帮助鄂尔多领主攻破大雁关，将我们陷于九死一生的绝境之中。大雁关可是足有10数万百姓，他们怎敢？他们已经丧心病狂，没有什么是不敢的。将军，不论是为了我们自己，还是为了大雁关这无辜的10数万百姓，我们都要早做防备。我果然一瞬之间便领悟了这白虎血煞功。再来一场大仗，我便有机会突破到先天层次。北陆攻势一定会一次比一次凶猛。在下一场大仗打来之前，我要先做好实权的准备。李煜身为监使，一定非常了解大雁关的城防布局，想要抄作城防图也不是什么难事。如果摄政王和魏国公真的想要帮助鄂尔多领主攻破大雁关，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大雁关的城防图送给鄂尔多领主。只要我把城防布局修改，不但可以巩固大雁关的城防，还可以借此机会抓住魏国公和摄政王更多的把柄。如此，将来我在高举清君侧大旗杀回京城之时，才能更加名正言顺。李毅，你亲自率领制邪营的人去探查鄂尔多的情况，按照李煜的密信找到他们运送物资时所走的暗道，给我守株待兔。不管是什么人从这条路经过，都务必要活捉到我的面前来。属下遵命。摄政王、魏国公，你们屡次三番在战场之上动手脚针对我，想要害死的不仅仅是我，更是大雁关这10数万百姓。你们罪行累累，该死，该杀！不论是为了报仇雪恨，还是为了守护这些无辜的百姓，我都不会让你们的奸计得逞的。
本公子真是搞不明白，就是送一张破图而已，谁去不行？非要让本公子亲自跑一趟。本公子本来都和安庆郡主约好了，要去温泉山庄避寒的。二公子，这件事情关系到国公爷和摄政王的大计，必须要信得过、有分量的人来做。当今天下，也唯有二公子可以担此重任了。如此说来，本公子这一次岂不是压了我大哥一头？这是自然。好，等本公子回去，定要好好在大哥面前炫耀一番。你回不去了。谁在那里？大人在边关率领我们奋力杀敌，抗击北虏，只为保护大雁关不失，庇护边关无数百姓安居乐业。你们这些贵人在京城高枕无忧，不思感恩也就罢了，居然还想将城防图送给北虏，通敌叛国，害死大人，还有边关这无数无辜百姓，实在是罪该万死！二公子，快跑！鬼啊！进来。大人，我们按照您的吩咐，在地道之中埋伏，果不其然，等到了这两人。我们已经查验过了，他们是魏国公府的人。这个年轻的自称是魏国公府的二公子魏良。魏良，那个让安庆郡主与我退婚的魏良。王破虏，瞎了你的狗眼！居然敢抓本公子，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？等我从你身上搜出通敌叛国的罪证，你就知道咱们两个到底是谁活得不耐烦了。你不要过来啊！王破虏，是老奴通敌叛国，胁迫二公子，想要把二公子献给北堵，一切与二公子并无关系。对，没错，这一切都是这个狗奴才策划的，跟本公子没有任何关系。老东西，他这样对你，真的值得你为他付出生命吗？老奴这条命是国公爷给的，老奴甘愿替二公子去死，还请王大人网开一面。网开一面？那你们可曾对我武安侯府网开一面，对边关这无数无辜百姓网开一面？你们残害忠良，残害百姓，罪该万死，谁也逃不掉。混账东西！堂堂魏国公居然为了一己私欲出卖整个大域，简直罪该万死！我这就写信一封，飞鹰传书送给陛下，让陛下将魏国公拿下，诛其九族。将军，魏国公乃是摄政王的左膀右臂，如今摄政王虽然答应还政给陛下，但文武百官依然都是摄政王的人。我们现在把这件事情捅到陛下面前，除了逼得摄政王和魏国公狗急跳墙，没有任何好处。那按照你的意思，我们应该怎么做？这些年来，摄政王和魏国公一而再的克扣边关的粮草辎重，以及将士们的饷银，我们可以趁此机会，以魏良和这些罪证为把柄，要挟得我们输送大量粮草辎重和饷银，加强边防。你说的不无道理，就先按照你说的办。只要有了饷银和粮草，我就可以扩军，可以招兵买马，壮大我手底下的势力，让摄政王和魏国公亲身体会一下，什么叫做养虎为患。王破荣心里虽然有自己的算计，但是他毕竟是实打实的帮我守住了大雁关，帮我一次又一次战胜了北屠。只要能守住大雁关，守住了边关这无数百姓的家园，那不管他想要做什么，我都可以忍耐。魏安明，看看你做的蠢事！你的儿子还有你的老仆被王破庐抓了一个正着，身上的罪证全被搜了出来。
怎会如此？如果他们把这些罪证交到陛下面前，你这个国公爷也就做到头了。王爷救我！王爷救我！幸好他们并不打算把这件事情捅到陛下面前，不过他们也不打算就这么轻易放过你，而是想要借此来威胁我们，向大燕关输送足够3年之用的粮草和饷银。那王爷的意思是，陛下刚刚任命了新的礼部尚书和工部尚书，眼下正愁没有借口罢免其他几位尚书，我们绝对不能在这个鼓眼上把把柄送到陛下面前。花神秀和王破虏想要粮草和饷银，那就答应他们。不过他们必须要把魏良还有罪证都送还，我们需要一个能够说服王破虏的人亲自出面来做此事。王爷，微臣倒是有一个好人选。你确定这个人选不会再出错？王爷，微臣说的这个人就是和王破虏青梅竹马、感情甚好的安庆郡主。王破虏对安庆郡主用情极深，只要安庆郡主肯出面，一定没问题。这倒的确是一个合适的人选，就按照你说的办。王破虏，你胆敢抓我的儿子，我一定要你付出代价！当初武安侯府满门抄斩，魏良再三向我保证，王破虏一定会死在边关。可现在，王破虏不但成了大雁关守备，魏良自己反倒是九死一生。若只是这样也就罢了，偏偏还要我去说情，这让我该如何是好？郡主不必担忧，您和王破虏是青梅竹马，感情深厚。当年王破虏对您可是痴迷得很，只要您想要的东西，他就是拼了命也会给您找来。只要您放下身段，掉2滴眼泪，奴婢保管他就心疼得不得了。不管郡主提出什么要求，都会一口答应下来。你说的对，王破真最听我的了。自从我来到大雁关，朝廷就没有1年可以足额把粮饷发下来，这还是本将军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粮饷。王破虏，这可都是你的功劳。将军过奖了，我只是在做分内之事而已。最前面那辆马车，似乎是挂着安国公的牌子，这是谁来了？将军，不出意外的话，马车里的人应该是冲着我来的。有了这些饷银和粮食，我就可以再招2万新兵。距离我杀回京城的目标就更进一步了。破虏，破虏，我一直以为你已经死了，今天看见你没事，真的太好了。真是好能装的一朵白莲花。你来做什么？破虏，我知道你一定在怪我，怪我当初没有求父亲为你们武安侯府求情，怪我退婚。可我毕竟只是个女儿家，我也是身不由己。破虏，破虏，你果真还在怪我？我真的是身不由己。身不由己？当初你和魏良一起站在路边看我笑话的时候，可没有半点的身不由己。本关还有诸多军务需要处理，安庆郡主不妨有话直说。王破如竟是如此不近人情，我再待下去岂不是丢人现眼？可是摄政王和魏国公再三叮嘱我，一定要拿回那些东西。我若是就这么走了，回去之后他们也不会饶过我。破虏，我们能换一个地方谈吗？我们到那边去。破虏，我听说你在边关立下大功，
陛下封你为大雁关守备，我真是担心你会在战场上受伤，又欢喜你可以凭自己的本事闯出一片天。破罗，我从小就没有看错你，你果然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。你不远千里来找我，难道就是为了夸我？破罗，当初是我错了，可是我的心里一直都装着你。如今你脱去罪身，又身居要位，所以我想，我还是想嫁给你。可是据我所知，你已经和魏国公府的二公子魏良立下婚约，你莫非想要脚踏两条船？不是这样的，当初我爹担心遭受牵连，只是在无奈之下让我和魏良立下婚约。前些日子，魏国公亲自登门，他说只要你愿意把魏良和那些从魏良身上搜出来的东西送回去，他就愿意取消我和魏良之间的婚约，这样我们就又可以在一起了。破路，你心里也一直都放不下我的，对吗？当初是你爹作证害我爹被定罪，也是你在大庭广众之下退婚，和魏良站在一起，笑看我被关进囚车发配边关。现在魏良沦为我的阶下囚，你这时候说心中有我只觉得恶心，恨不得立刻杀了你，让你爹安国公也尝尝丧失至亲之痛。哼，别怪我没有提醒你，这里是边关，并不是没有发生过北陆探子绑架杀害世家贵子的事情。你若是不想自己发生什么意外，就趁早断了你的心思，速速回京城吧。快，让马夫驾车，我们立刻就离开大雁关，返回京城。郡主，您这是怎么了？王破卢，他想要杀了我们所有人，他太可怕了！我必须立刻回去告诉摄政王和魏国公，一定要除掉王破卢。回去吧，把我的态度带给摄政王和魏国公。你们越急，情况对我就越有利。等到他们忍无可忍想要废帝的那一天，就该我名正言顺地杀回京城了。王林李毅，大人，有何吩咐？等到这边的事情忙完，你立刻去城中张贴告示，我要征兵。属下遵命。李毅，你即刻率领斥候营出城，北上细细探查北鲁、鄂尔多领主麾下兵力调动的情况。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，都要即刻上报。属下遵命。现在我有了足够的物资，最缺的就是战马。只要能击败鄂尔多领主，缴获足够多的战马，我就可以在时机成熟的时候，以最快的速度率领大军直插京城。摄政王、魏国公，你们还有什么阴险手段，尽管都使出来吧。儿子，这上面写的啥？爹，这上面说王大人要招兵，每个月2两饷银，要是有战事，当月饷银多发3两。就是那个率领敢死营突袭北鲁雄鹰岭，烧了北鲁粮草辎重，又回头以1000骑兵为大军解围，斩杀北鲁都统的那位王破虏王大人。爹，就是那位王大人。我听说王大人还是当年打的北堵20年不敢南犯的武安侯的儿子呢。那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报名参军啊！儿子，你要记住，大雁关是咱们的家，咱们就算是死，也得守住大雁关。这位将军，这上面写着的每月2两饷银，如果打仗再加3两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这是咱们大雁关守备王大人定下的规矩，千真万确。大人说了，他就算是自掏腰包，也绝对不会拖欠克扣大家伙一个铜板。王大人说：“眼见为实，这便是王大人为大家准备的饷银，绝不拖欠。”我要参军，我也要报名参军，我要跟随王大人上阵杀敌。所有想要报名参军的人，全都排成一排，去那边登记造册，然后就可以拿着凭证，明天一早去演武营报到了。征集开始了。这就是王大人的号召力。也只有真的为大雁关、为百姓们出生入死的王大人，才能够得到大家如此的信任和爱戴。
30年前，有一个叫做王启的年轻人来到大雁关，从一名先锋营小卒做起，历经斩将夺旗，先登县镇，10年间纵横捭阖，令北堵闻风丧胆，原退千里。他就是大禹军师武安侯。30年后的今天，我王破庐承载着武安侯最后的荣光来到这里。我想要做的不单单是重塑我父亲当年的荣光，我更要彻底打败所有对我们抱有恶意的敌人。你们记住，大雁关是我们所有人的家，凡是危害到大雁关的人，就是我们的敌人，不论他们是来自北虏还是其他地方。我们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：犯我家园者，虽远必诛。虽远必诛。这些新兵第一天集结，便在王破虏的号召下展现出如此惊人的团结性。有朝一日，若王破虏真想要谋反，只怕振臂一呼，应者如云。王破虏啊，王破虏，你让我感觉越来越危险了。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，便是你们4大营今后的名号。青龙营为骑兵营，白虎营为刀兵营，朱雀营为弓箭营，玄武营之重盾营。列阵，操练。王大人，将军，你先前那一番话虽然听起来让人动容、热血沸腾，但为什么本将军总觉得你意有所指？将军，我只是防患于未然罢了。此话怎讲？据我所知，将军虽然出身江门世家，但只是庶出，在家中并不受待见，能有今日成就，全靠自己一刀一枪在战场上拼杀出来。你想说什么？倘若有一日，巨大的不公落在将军的头上，将军是否真的愿意任人宰割？来，我绝不允许同样的不公再次落在我的头上。你把王破虏的话再复述一遍。他说他不可能放过魏良，交出你们想要的东西。他还威胁我，如果我不立刻离开大雁关，他就要让我死在一场意外之中。他那个眼神太可怕了，我到现在都还在做噩梦。他是真的想要杀了我，他也会杀了你们的。他敢？他怎么不敢？你别忘了，他现在手里可是要兵有兵，要粮草有粮草，要饷银有饷银，这些东西还都是我们亲手送给他的。早知今日，本王当初就不该把如此重要的事情交给你去做。魏安明，这都是你惹出来的祸。王爷，微臣还有一计，一定可以除掉王破虏。哼！本王要是再信你，本王就是傻子。王爷，微臣这回是真的有一妙计。好，本王就再信你最后一次，说，你到底还有什么妙计？王爷，王破虏能有今日，固然是靠他自己的本事，但更多还是倚仗花神秀的提携。倘若我们把花神秀调走，换一个主将去大雁暗关，那想要处置王破虏，岂不是易如反掌？此计的确甚妙。微臣已经有了人选，就是花神秀的大哥花神勇。这件事情，本王交给你去做，记住，这是本王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。微臣一定不会再失败了。魏远侯，许久不见，本宫这心里甚是想念呐。魏国公今日突然造访，不妨有话直说。
魏远侯，你们花家传承3代至今，已经有多少年没有再出过一位3品以上的要员了？魏国公今日登门，就是为了羞辱我花家。哼，本宫今日过来，是想要送一份大礼给你们花家。令郎贵为花家嫡子，如今只是在禁军之中挂职，一身才学无处施展。可花神秀区区一个庶出女，却在大雁关做边军主将，位列3品，深受陛下信任。魏远侯，待你100年之后，你觉得这偌大的花家，这魏远侯的名爵，还轮得到令郎来继承吗？花神秀狼心狗肺！住口！魏远侯，我们来做一笔交易。事成之后，我保证让令郎做到兵部侍郎的位置上，5年之内，必定升任兵部尚书。想做什么交易？我要你帮我把花神秀召回京城，我可以帮你运作，让你儿子去大雁关担任主将。有了这份履历，将来才好升任兵部尚书。好，我答应你。秀儿，别怪爹，一切都是为了家族的大局。何事让将军如此动怒？我爹向陛下恳请赐婚，将我许配给新任礼部尚书之子。陛下答应。新任礼部尚书乃是陛下的亲信，他的儿子从小便仰慕于我，陛下不好推拒此事。陛下的意思是，我若是不想成婚，就得亲自回京说明此事。如果将军要走，那边军由谁来统领？我大哥花神勇会到大雁关来暂代我的职位。将军难道看不明白，这分明是一场针对将军和我的阳谋？我当然知道，可我如果不回京把这件事情解释清楚，陛下和礼部尚书之间恐怕要生出嫌隙。陛下好不容易才从摄政王手中夺回一些权柄，若是因为这点小事便让所有付出都付诸东流，那我岂不是成了大鱼的罪人？将军，这有何难？只要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充分的不回去的理由，不就好了吗？我能有什么理由？比如说，北虏鄂尔多领主来袭，我早在多日之前就已经派出赤卫去探查北虏动向，不用多久，鄂尔多明主就会南下。如此说来，这的确是一个拒绝回京的好理由。难怪花神秀能让北奴5年不得寸进，原来都是仰仗城关之嫌。花神秀终究是一个女流之辈，根本不懂什么叫做行军作战，只是打赢北奴一次，便恨不得昭告天下，实在可笑。等到本公子接管边军，彻底打败北奴之后，世人自然就会明白花神秀根本就是草包一个，公子才是真正的帅才。花神勇不足为惧，大人还未和他接触过，便下定论了。花家乃是将门世家，家中儿郎从小读兵书习武艺，理当骑射样样精通。我们的花将军虽为女子，但你可见花将军何时坐过马车？大人的意思是说，这个花神勇虽然出身于江门世家，但出行却坐马车，定然是个贪图享受、武功松垮的样子货。8九不离10，不过并不排除他在演戏迷惑我们的可能，所以我们还要做好万全的准备。大人若有需要，尽管吩咐，末将万死不辞。去吧，我等你的好消息。花神秀，你到底还有没有把我这个大哥放在眼里？为什么没有出城30里去迎接我？我身为边军主将，军务繁多，哪有时间去迎接你？别以为你当个破将军有什么了不起的，说到底还不是要看兵部的脸色行事。你大哥我
可是马上就要出任兵部侍郎了。那你不去当你的兵部侍郎，来我大雁关做什么？我来自然是为了你的婚事，陛下已经下旨，由我暂代你的主将之职。你即刻给我收拾行李，启程回京，速速与礼部尚书之子成婚。我暂时走不开。你说什么？事后迎来报，北毒鄂尔多领主正在集结领地各部兵马，不日就将南下。战事当前，我身为边军主将，岂能轻易离开？我不是说过了，由我来暂代你的军职，打仗的事情交给我来就好了。你难道信不过我？你连送到眼前的情报看都不看一眼，你也配领军打仗？你竟敢瞧不起我！我可是你大哥。况且，这是陛下的旨意，你难道要抗旨？此战九死一生。我早就下定决心，当巨大的不公落在我头上的时候，我一定不会任人宰割。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欺人太甚，简直欺人太甚！他花神秀不过是仗着比本公子早几年到边关，多和北卢打了几场仗罢了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敢抗旨，我这就上奏参你一本，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什么人鬼鬼祟祟的，出来！小人王林，忝为大渝边军先锋营统领，特来拜见花公子。你来做什么？小人听说花公子乃是文武双全、胆识过人的大英雄，心中仰慕已久。今日听说您来了，忍不住就想要见识一下您的风采。今日一见，花公子果然是风采照人，气宇轩昂。哈哈哈哈哈！本公子就知道，大渝边军人才济济，不是所有人都像是花神秀那样目光短浅。大人说的没错，这个花神营果然是一个草包，骗我的话居然也信。小人可是很期待在您的手底下做事呢。花公子，您既然来了，想必很快就能接替花将军做我们的主将了吧？哼，花神秀借口北虏将要南下，本公子没有领军经验，故而抗旨不遵。本公子正要上奏参他一本。花公子，这点小事何必搞得如此麻烦？小人有一计，保证让您得偿所愿。你有什么办法？花将军之所以抗旨，无非是借口公子您没有领军经验。如果您可以领兵上阵，大败北虏，花将军不就再没有借口抗旨了吗？您想一想，如果您打了胜仗，不光花将军再没有理由抗旨，更可以提升您在军中的威望，还可以让大雁关的百姓都爱戴您。简直一箭三雕，妙，真是太妙了。不过，这据城而守自然不难，可想要打胜仗，应该并不容易吧？公子您多虑了，北卢人并没有传言中那么凶残可怕，不然的话，花将军区区一个女人，又岂能坚守大雁关数年不失？王破虏乳臭未干，又岂能刚到边关便打了胜仗？不过是三人成虎，以讹传讹罢了。你说的有道理。花神秀区区一个女人，王破虏区区一个毛都没长齐的臭孩子都能做到的事情。公子英明神武，没道理不行。你很好，本公子决定了，这就去找花神秀，让他安排我做先锋营统领。到时候你来给我做副官，我保证不会亏待你的。多谢公子。哈哈哈哈哈！花神秀，本公子要做先锋营统领。你要上战场？没错，等到本公子上了战场，大败北虏，看你还有何话要说。先锋营已有统领，我不可能让你再去先锋营。你以为所有人都如你这般目光短浅？先锋营统领王林已经主动求见过本公子，只要本公子去先锋营，他就愿意做本公子的副官。
这怎么可能？你去把王统领找来。是。末将参见花公子、花将军。你真的愿意给他做副手？花公子文武双全，能够给花公子做副手，是末将的荣幸。花神秀，你听见了吗？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王林这个态度，这一定是王破虏故意为之。好，既然你执意如此，那从今日起，你便是先锋营统领。哼，花神秀，你就等着瞧吧。哈哈哈哈！王破虏，你到底在搞什么鬼？王破虏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将军，我们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好好谈，如何？你今天必须要给我一个解释。花将军，你们花家为了给你大哥铺路，已经准备牺牲掉你好不容易拼杀出来的地位，还有你后半辈子的人生，这难道不是最好的解释吗？他毕竟是我的亲大哥。哼，可他未必把你当作亲妹。将军不妨过来亲耳听听，你这位亲大哥对你的态度。坐在我们隔壁的是王林和我大哥。不错，花将军放心，他们并不知道我们就坐在这里，正在偷听他们的谈话。你接下来将要听到的，都是你的亲大哥的肺腑之言。今天过后，我在边关的一切行动都将再无阻碍。统领大人，末将再敬你一杯。来，喝。统领，您说等您打了胜仗，当了咱们边军的主将，花将军就得回京城去成亲，那他还回来吗？他还回来个屁！以后边军只有一个花将军，那就是本公子。花将军恐怕不会轻易答应吧？哼，王林，你既然是本统领的心腹，那本统领也不怕告诉你，这一次花神秀回京，本统领就没打算让他活着回来。统领这是何意？这些年花神秀在边关出尽了风头，总有人拿他来羞辱本统领。本统领这一次就是要向所有人证明，本公子的本事不比他差。花神秀和礼部尚书刘大人都深受陛下信任，等到花神秀嫁入刘大人家中，却在刘大人家中暴毙，陛下定然会大怒，怪罪于刘大人。等到时候，不说了，来，接着喝。喝。统领，花将军再怎么说也是你们花家人，您家里人真舍得就这么杀了他？他算个屁的花家人，他娘就是一个婢女，连小妾都算不上。他在我们花家就连我养的一条狗都不如。我跟你讲，他小时候在我们花家吃的喝的，那是真的比狗还差。小人就提前预祝大人
心想事成。将军现在感想如何？我以为，我即便只是庶出，至少也是花家的一份子，是花家的骄傲。没想到，他们为了给我大哥铺路，不但要抢夺我的将位，更是要害我性命。他们还要算计陛下，简直不忠不义，禽兽不如。所以，我们绝对不能任人宰割，我们要反抗。你打算怎么做？借刀杀人。战场之上，刀剑无益，尤其是面对北虏。我们已经劝过花神，只要我们留下花神勇亲笔自尽，证明我们没有陷害他，届时他死在战场上，谁也不能怪罪我们。就按照你说的办。一切都在我的预料之中。现在花神秀也站在了我这一方。等到将来我要起兵杀回京城时，花神秀也将会是我的一大助力。紧急军情，速速打开城门！启禀将军，鄂尔多领主已经集结20万大军，携带大量粮草辎重南下，预计10日之后就将抵达大雁关城下。我心心念念的战马终于要送来了。经过上次大战，我们边军主力还有3万，再加上2万新兵，勉强凑出5万可用之人，不可能再像是上次那样与北虏野战，只能坚守。一直龟缩不出，不想办法在正面战场击败北虏，北虏就算是拿命填，也迟早把大雁关填平。那你认为我们该怎么做？分兵，将军率3万老兵守城，我率领2万新兵出城，在云荡山后扎营，伺机而动。北虏不是傻子，他们在攻城之前必定会盘查4周山野，你2万大军根本藏不住的。我们趁着这10天时间，派人把城外所有荒山全部烧掉，摆出一副坚壁清野、死守大雁关的架势。北虏斥候必定会被这一假象所迷惑，届时我麾下4大营再趁着夜色出城，潜伏于云荡山后，便可伺机在北虏大军攻城之际，直取北虏大本营，烧毁其粮草辎重，毁其军心。所谓下谋攻城，上谋攻心。等到北奴军心大乱，你我在里外夹击，北奴必败。此计若能成功，我们定能一战平定鄂尔多。青龙营听令，500人为一队，跟随斥候营北出100里，凡遇荒山野岭，尽数放火烧毁；若遇百姓，尽数迁回城中。王破虏，我现在能够相信的人，就只有你了。希望你的计策有用，不要让我失望，更不要让边关无数百姓失望。此战若你还能再胜，往后我一切都听你的。速速回去禀报领主，大禹纵火烧山，坚壁清野，意图死守大雁关。启禀领主，大禹人似乎已经察觉到我军南下，已经派人烧毁方圆100里之内所有山岭，迁走所有百姓，意图死守大雁关。
那余人都是胆小鬼，每一次本领主率兵南下，他们就只会死守。不过这一次，他们可没有那么幸运了。按本领主命令，全军加速，务必在7天之内兵临大雁关。10天之后，本领主要在大雁关的城墙上开庆功宴。大人，北奴大军已经抵达狼山堡，距离大雁关不足30里。北鲁可有派出斥候，继续探查四周的情况？从昨天开始，北鲁斥候就不再探查四周山野，转而把注意力放在大雁关上。我们目前是安全的。很好，再探再报，一旦发现北毒斥候有发现我们踪迹的可能，立刻回报。还有，记得提醒其他兄弟，一定要藏好，不许生我。末将遵命。花神秀，本领主很欣赏你的才能，你不要负隅顽抗了。现在开城投降，本领主可以饶你一命。臭女人，给脸不要脸！等到本领主攻下大雁关，便拿你的人头做成酒杯。他们居然有这么多人！这才不过区区5万前军罢了。这一次北鲁可是来了足足20万大军。你若是怕了，现在就可以辞官回家。你开什么玩笑？本统领怎么可能会怕？你立刻打开城门，本统领现在就率领先锋营出城，打他一个落花流水！你们笑什么？莫非是以为本统领不敢出城？够了！我们此次的作战计划就是坚守城池，就算要出城作战，也不是现在。好，本统领今天就把话放在这里，等到来日要出城之时，本统领必定身先士卒，只取鄂尔多项上人头。狗眼看人低的东西，总有一天本统领要让你们见识一下本公子的帅才。传令下去，让所有人做好守城准备。末将遵命。传令，攻城！射箭！攻城战开始了。花神秀，我们明日再战。花神秀，你好歹也是在边关历练过5年的人，这点小场面就把你给吓到了？这只是第1天，之后北弩的攻势会一天比一天猛。开城门，你带人出去清扫战场，防止尸体腐烂滋生瘟疫。末将遵命。花神秀，你等着吧，迟早有一天，我要让你看看本统领的厉害。快，这边抬走，那边灭火，大声示挥。大人，我们什么时候出击？等到什么时候？等到北毒大军进出的那一天。不然，即便大雁关被攻破，我们也不能动。即便大雁关被攻破，
我们也按兵不动。如果花将军守不住大雁关，那即便再加上我们这2万人，也无济于事。我们活着，便可以吸引北毒的注意力，帮助边关的百姓们分担压力。如果我们也死了，北毒就真的肆无忌惮，到时候还不知道要死多少无辜百姓。末将明白了，你们都是我最信任，也最倚仗的亲信。北卢未灭，家仇未报，我绝不会让你们白白牺牲。华神佑到底在搞什么鬼？他这都去了大雁关快1个月了，为什么花神秀还没有回京？也许是花神秀不愿回京，不如再请陛下下一道圣旨。不行，我们的动作如果太明显，一定会引起陛下的怀疑，得不偿失。启禀王爷，大雁关飞鹰传回紧急军情，北虏鄂尔多领主亲率20万大军南下攻城，大雁关已经岌岌可危。花神秀向陛下求援，要粮草兵力支持。好，好得很！鄂尔多领主终于是有动作了。这样一来，只要大雁关城破，花神秀和王破虏必死无疑，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我们必须要阻止陛下支援大雁关。王爷，鄂尔多领主一旦攻破大雁关，必然会挥师南下，届时我们该如何是好？大雁关之后还有石岭关可以据险而守，我们以支援大雁关为借口，将兵力和粮草辎重调集到石岭关，随便找一个借口停滞不前。等到北虏攻破大雁关，替我们灭了心头大患，自然可以从容把北虏挡在石岭关外。王爷英明神武。北弩大举南犯，大雁关岌岌可危，朕要即刻调遣10万大军，携粮草辎重，火速北上支援大雁关。微臣这就派人去调遣兵马，筹集粮草辎重，务必在3日之内开拔，火速北上。王叔今日居然如此听话，莫非他是觉得国难当头，幡然醒悟了？好，朕等你的好消息。幸好，朝堂之上还有明智之人，没有人在这个时候给大雁关使绊子。只要有援军和粮草辎重，我必定可以守住大雁关。将军，北虏人又来了！全军听令，准备守城。你们全都死光了才好，本公子才不跟你们一样，傻乎乎的为了那些不值钱的百姓去送命。守住了。王破虏，我们距离你的计划更进一步了。
这就是战争吗？太可怕了！幸亏我藏得好，不然的话，说不定也要受伤。今日北路的攻势比前2天都要更加凶猛，死伤已经上万。不出意外，明天就该发起总攻。传令下去，让所有兄弟们今晚养精蓄锐，明日可能会有大战。末将遵命。明日决战之后，只要杀死鄂尔多，北堵至少5年之内都无力再南犯，边关安宁，百姓安全，我也就可以放心去做我的事情。等大胜的消息传回京城，我要借华安秀之口告诉陛下，我想回京接受封赏，陛下必定不会拒绝。等到那时候，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率领大军回京，一路畅通无阻。摄政王和魏国公知道我率领大军回京，一定会狗急跳墙。你们等着吧，我很快就会来找你们复仇了。兄弟们，坚持住，胜利就在眼前。今日，本领主势必要攻破大雁关，胜利是属于我的。速速传我军令，命坐镇狼山堡的大军前来会合。今夜挑灯攻城，务必一鼓作气拿下大雁关。本领主今夜就要坐在花神秀的尸体上喝庆功酒。北鲁终于是全军出动了，王破虏，接下来就看你的了。大人，北鲁大军进出，狼山堡大营空虚。我等待多日的良机，终于是来了。兄弟们，随我出击，目标狼山堡北奴大营。北路这是发起总攻了，王破虏，你也该出发了吧？再坚持一下，等到狼山堡起火，便是我军反击的时期。有敌！穷寇莫追，速速放火！王破虏攻破了北路大本营，火烧北路粮草辎重，反击的时刻来了，兄弟们，随我杀敌！难怪我这几天一直没见到王破虏。他居然一直埋伏在城外，趁机偷袭了北路大营。我绝对不能让王破虏独自立下这功劳，我也要率兵出城作战。王林，你来的正好，你即刻点齐兵马，随本统领出城作战。统领，我是来给你送行的。
哈哈哈哈哈！城头上如此吵闹，莫非是花神秀死了？领主，大事不好了！我们在狼山堡的大营被烧了！你说什么？领主，敌人，好多敌人，数不清的敌人，他们杀过来了！大鱼人不是都在大雁关里面吗？这是哪里冒出来的敌人？所有人听令，不许乱！本主阵型，我们只要……王破虏，我果然没有信错你，你是大鱼的战神，是边关无数百姓的英雄。王破虏回来了，全军随本将军出击！受死！你居然这么快就参悟了白虎血煞功，晋升先天，你简直就是千年不遇的奇才。若是没有白虎血煞功，这一仗还真不好赢。可惜我手里已经没有更顶尖的武功。不过你这次立下大功，如果你向陛下求赐一门顶尖武学，陛下一定会答应。花将军，我们赢得这一场大胜，北奴至少5年再无力南下。除了功法，我如果再向陛下提出一个小小的请求，应该不过分吧？你想要什么？我要带领这支击溃了北弩20万大军的胜利之师前往京城，接受陛下的封赏。好，等回去我就向陛下飞鹰传书，陛下一定不会拒绝你的。花神勇死了，他死在藏兵洞里，被一群北弩人乱刀砍死。打仗哪有不死人的？你们听见没有？百姓们都在高呼大人的姓名。大人带领我们拼死击败北奴，边关再无战事。大人是百姓们的守护神，是英雄。俺也觉得大人是英雄。这就是民心所向。等到我的功劳传遍天下，待我杀回京城，杀了摄政王和魏国公之后，自有大路为我辩经。好一个王破虏！分兵2路迷惑鄂尔多，率领2万骑兵大破鄂尔多20万大军，真是少年英雄。此战过后，大禹北境至少有5年太平可享。朕要召回王破虏和他的胜利之师，朕要亲自封赏他们。这怎么可能？鄂尔多足足有20万大军，怎么会被王破虏区区2万人打败？就算是他爹武安侯在世，也不可能做到这种事情。王爷，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。边关大捷，王破虏恳请率领胜利之师回京。他是冲着我们来的。他率兵回来，是想要杀了我们。我们灭了武安侯府，
和王破林有血海深仇，他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的。我们必须要阻止他回京，绝对不能让他回来。可是陛下已经下旨，最迟明天，王破虏就会率领大军往京城赶来。那可是对他忠心耿耿的2万大军，他要是真的发起疯来，能杀死我们几百遍。我们不能再等下去了，我们明天就发动政变。只要本王登基称帝，便可以命石岭关守军把王破虏挡在石岭关，他回不来。届时，微臣亲自去镇守石岭关，务必亲手拿下王破虏。反了，他们这是在造反！陛下，叛军已经杀进来了，我们快撤吧！撤？这里是朕的江山，是朕的家，朕要往哪里撤？王叔，你们这是在造反！我们害死了武安侯王破虏，一旦率兵回京，必然要为武安侯报仇雪恩。我们只是不想死而已。此番大战，花神秀和王破农都活得好好的，偏偏我儿死在北路乱刀之下，他们必须要给我儿陪葬。我儿魏良被王破弄擒住，至今生死不明。我爹做了伪证，害死了武安侯。王破虏说过要杀了我，我绝不能让他活着回到京城。还请陛下下旨，命花神秀拿下王破虏，处死王破虏，如此我们方能相安无事。如果朕不肯呢？那本王只能请陛下退位让贤了。你们今天就算成功篡位，来日王破虏也会替朕杀了你们。那就要看王破虏有没有本事活着杀进京城了。你此番回京，是不是想要挟大圣之态，请求陛下为你爹平反？我想要为武安侯府无辜死去的320口人报仇雪恨，何须大费周章恳求别人？我自己便有这样的本事。这一天，终究是没有让我等待太久。你如果真的要血洗京城的话，那将陛下的颜面置于何在？当年摄政王和魏国公构陷我爹时，陛下选择沉默，又将我爹的耿耿忠心置于何地？花神秀，你现在不用考虑这么长远，也许过不了几天，你就会调遣大军追上我的脚步，与我一同杀回京城。你是说，摄政王和魏国公狼狈为奸，必定不会坐以待毙。如果再加上安国公和你爹威远侯，咱们这位年轻的陛下，只怕已经凶多吉少。敢死营、狼山堡、大雁关，每一步血路都是为了今天。全军听令，随王大人南下。这一趟不受封赏，直讨血战。活路，俺们跟你回京。你如果真的一路杀回去，可就没有回头路了。我从被发配那天起，就没想过走什么回头路。路已经摆在眼前，走过去，才有命改天换地。摄政王谋反，已经京城登基称帝。摄政王魏国公叛国，罪该万死。花将军可愿随我一同率军南下，讨伐逆贼？